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您收看围棋 TV 的特别节目《我们眼中的 Master》。那么今天来我们这里做客的是著名，也是新科英式杯的世界冠军唐伟星九段。大家好，我是唐伟星。这次跟孟老师在一块儿聊聊天，感觉挺有意思的。这个每次看见大唐的笑容，感觉特亲切啊。我和你也是围甲的队友，今天也是第一次合作一起讲棋吧，对吧？对。希望这个咱们能配合的愉快。那首先还是要恭喜你一下英式杯的冠军。虽然时隔也几个月了吧，是吧？谢谢，还是很厉害。这一次 Master 真的是横空出世啊。他切翻了所有的高手。确实。你也在练。那今天我们就来讲一下你和他的棋。好。你这么自然，厉害。我当时我会不好吗？可以，那咱们先白也行，来吧。对。这盘棋是你的黑棋。那你跟他下4盘是吧？对，我是跟他下的比较多，我对那个运气比较好。确实，像我这只下1盘。他走哪？他挂这个角。这盘棋你的黑棋对 Master， 这我记得应该是在议程上的最后一盘棋，对吧？第30盘棋。是第30吗？对，我记得我这盘应该是第29，我觉得。第29。我觉得是第29。我是这么印象的，我不太清楚是不是。总之，这盘棋就是之前你已经知道他是谁了。对。你已经知道他是一个似乎人类不可战胜的一个对手了。对，所以说跟他这盘棋的时候，当时我下的时候，我当时想着这棋怎么样能下得好看一点。你这想法真是，这你也是世界冠军级的，超级高手，你难道就不想赢吗？想赢啊。但是就是这棋下一会儿，我感觉这棋好像我就想这棋该怎么样，这棋就好像不太好办了。就是虽然赛前想赢，但下着确实没这想法。好吧，总之他当时已经是体现出了强大的实力，我们就是以学习的心态来面对的。对，而且他下的棋都和我们套路不一样，比如说这个小飞瓜好像我们就没什么人刮过这个棋。对，确实，因为如果是这样的话就有人刮，但是星位好像出现的比较少。我当时想，如果他走这个，我还想跟他下这个小灵流，因为中国流他电脑不是下的比较多嘛，我想跟他下小灵流，看看他怎么样。然后这棋他就挂这个，好像那个套路都没什么用了。那也没办法，你跟电脑下确实是很难成为套路。当然，它这个靠长还是正常的。拖的时候一般有2种下法，一种是挖这个，牙齿粘上，这样是不是你觉得黑的还可以？这样的话有这种下法吗？就正常来讲的话，这已经不算一种下法了，是吧？正常来讲，挖这个的好像很少吧，还是搬。就是只能说现在来说很少有人挖这个，因为觉得这个棋形太差了，对，效率太低了。这以前的下法比较多。所以我们一般都搬这个，然后黑棋粘，白棋一般都是虎这个。对，白棋一般虎这个的，他是粘这个，好像就是我发现，其实虽然他这个棋感觉他其实对战斗来讲，他其实根本不怕战斗，但是他战斗的时候感觉灵活性特别强，他走一走感觉你就被他给调动了。正常来讲的话会走这个嘛，走这个的话，那我黑棋大概会拆个边吧。不知道，黑棋反正下法就太多了，下法也很多，这地方头软嘛。你拆哪个都有可能，夹击也有可能，挂角也有可能。总之这个是一个人类下的比较多的这个棋。这招棋的意思，首先是因为白棋认为不怕中断，因为这个棋形相对来说比较好。中断觉得你不见得便宜，同时对眼型来说虎会更好。但是它确实这个地方总是留一个毛病。对，这头是软的。粘住确实。意外，当时你的心情？当然粘也觉得他有点意外，我确实是当时有点意外，但是我觉得这粘和虎，反正你粘以前也是有过的嘛。我想电脑它肯定是有他自己的想法呗。但是这棋，但是我下步棋挺意外你走这个。我走这个，但是我有点纠结，那20秒的时间，我当时想走哪边啊？当时我在想，但是我想本来的话，他如果虎的话，我是应该拆这边，但是现在他这个头是硬的，我觉得他攻击过来我是不是怎么样？我当时搞不太清。但如果是走这个的话，其实就是定式，你多少棋啊？定式多少棋？无论他走哪个，都是定式多少棋？
你说对啊，当时孟老师怎么不在我身边给我指点一下呢？大声点说，大声点说，太小我听不见。听不见哈。但是孟老师要在旁边的话，说不定这棋下的就不一样了，对不对？也许有点机会是吧？也许输得更快。你觉得是哪种？我觉得，其实都有可能，都有可能是吧？那就是说，孟老师觉得自己来指点一下，还是有可能赢的，就是说，也不敢说，但是可能会输得慢一点，当然也可能输得快一点。这个唐老师这个棋，对我这搞不懂，但是我是觉得。其实我这步棋，我觉得是不是有点问题？我觉得要不走，还是人家虎一个，毕竟还盯着他这点毛病。是，但我说心里话，我当时确实没想到你走这个。因为我几乎每盘棋都会在旁边看。这步棋就是把这边就留给白棋先动了。对，那20秒的棋确实就是思考的不是很多。当时我确实，当时我在纠结是虎一个还是飞这个的。当时我在纠结这个问题。现在看起来还是虎一个的话，应该会更好一些。我感觉开局有点被动，可能就是从这步棋开始的。对，有没有可能尖棋之类的形状？尖棋好像应该也是一手，但是就是下法太多了，那个30秒的时间不够想啊，不够想，所以就是仓促之间就选择拆这边。对，好，接下来白棋就2尖低加。其实他这步棋我也没想到，是，第一感是尖冲这个吧，应该。第一感是尖冲，然后当时我也想过他有可能会走这种棋，然后建议他再拆回来，这种棋感觉也是有可能。那皮是吗？皮是住了。对他当走这个，我当时确实也没有。这个我感觉应该比这个好一点，感觉，因为你如果贴起他再走过来说，他感觉效率要高一些。但确实我第一感是走在这里，那如果走这的话，我当时这棋是怎么想？我就是贴了，这就退嘛。就管了，这棋是这样。你本来这有个子，你现在贴完是走什么来着？这棋本身是走什么来着？孟老师跳一个要不？我哪知道，唐老师。这棋，关键这棋你争子也不利，我要是把你冲断了，你是行吗？这棋哪这么硬的？这不见得行，我只是摆一下，那就算拐右。我当时以为是这么下的。那我就可能就走一个，可能这样你就达到你的就快速开拆的意图了。对，我本来想让他先捞点空的，但是发现跟他现在好像这个想捞空走了半天也没捞什么空，确实想捞空太难了。实际上等于说他加你这种飞出，对，飞出长，那拐出这棋感觉就挺难受的，形状是不太好。但是我想走这个，但是他就断了。断的只能出底下。那还要合一下这个棋。他长的不会吧？长，万一我给他冲了呢？也不是不可能的。但我觉得他是不是他拿个最简单的，他就给我加吃了，是不是？顶你肯定得要搞搬他是吧？顶你肯定得搬他吧？要搬了这棋。搬他冲了拐你，有没有可能？这么硬的下法，我觉得这下法能行吗？那你就挡一个是吧？这你不是加持，你是要粘这个的，粘这个我觉得有点害怕吧。那还不便宜，那就不便宜了。对，但是我觉得如果这样看的话，我感觉好像不是很妥哈，这个没效率，这5个字没有效率。所以说感觉开始这个拆要是换成虎的话，是不是挺好的？这拆有点问题是吧？但虎的话，我觉得他就尖冲了。我是这样觉得的，不知道你虎的话他赞同。如果你还是这样下，那你这个位置就拆好了。所以其实是有道理，他不选择尖冲是有道理。对，他肯定是他下了，他肯定是有他的道理。那我虎的话，这些不知道能不能战斗。这是怎么样？飞一个，猥琐一点。这个我感觉就是反正挺勉强的啊。也不是特别勉强。他哪怕拐个，你说你怎么办？你是要靠下的是吗？我管你走什么呀？我想一想啊，你这棋，跟孟老师下棋总是被孟老师批评一通。每次围甲中午封盘的时候，孟老师都说你这棋输多了吧。唐老师中午封盘的时候就没听见孟老师说我好过的话，反正
不敢说，就没听见孟老师说什么好话过，你知道吗？这个唐老师可能来他们 TV 这儿，这嘉宾笑的最开心的人，我觉得挺好的。然后看见孟老师我就特别开心了。我也一样。好像这期不好办，就是被一靠下来怎么办啊？这期，所以说我走，他可能是要走这个。我感觉你这个如果这么应战是有点重。所以说我有可能是不是还是兼一个？把这头先扬起来。这符总是你加的，他不急。他现在他也不会加我队，我可能是这么下会好一点。兼一个他走什么？兼一个我不知道啊，问题是就是关键我们就是看了这60盘 Master 的对局，我觉得我们学到很多，至少每个人的思路都被他这个拓宽了啊！我觉得这是目前来看对我们最大的收获之一了。可是他的棋真的很难学，同时我们又不知道，当我们实战应错的地方，如果我们换一个位置的话，他会怎么样？这是我们永远都没法知道的。比如这个奸棋，比如说他就跳一个吧，有可能说不定。他说，但是我们也只能说他可能会跳这个吧。对，就这样。所以说只有下一盘再试啊。这如果说能搞单机版的话，就你觉得哪不对，你就重新来，你再复盘，争取来盘复盘胜啊。就争取就能，反正至少能够长齐嘛。对，你觉得你哪下错了，你就重新试一遍。是第一感是要跳出啊，就是因为这不出头你还能走什么？感觉 Master 其实下来挺简明，他给你简明，反正一会儿你控就好像不是特别够了。但我们就做不到这种水平。但加过来，你还是在这边的话，他还是加过来。对，比如说就是这样的了。这种也不知道，感觉开这个也挺大的，那他就会加过来。这样黑的这些怎么样？黑的站出来。这个局部怎么站？展示一下，搞不清。是啊，感觉也没什么，也不总不能再猴着出来吧？这个形状太差了。关键那个冲段对白棋来说可能不严厉。还是说这个就算了？那这个也看不出黑棋有什么好的。是看不出，这些万一他给你靠下住，靠住也是有可能。也不是不可能的，就至少先走一走嘛。比如说这棋，关键就是这棋你已经被便宜了。被便宜，这棋反正你冲段也没有用，他就走嘛。那可能并一个是棋吗？或者虎一个，他就先比如说来一下，然后飞出来，就有没有可能切断了？都是，或者是贴起是吧？这个冲段它就尖一个好像也没什么。对，冲段就尖一个。但是反正这 Master 棋你要是没有对整体的把握，你要学的话呢，估计就不好学了。这样的话，其实我们这摆我们也摆不清，他如果就这么站，是不是黑的也可站啊？我就觉得，这将是另一盘棋，不管黑的怎么站，说不定也可站。但感觉上实际上我这步棋肯定是有点问题的。所以这种棋跟 Master 下的话，我觉得还是慢棋，然后再输完之后再复个盘的话可以。是。下盘如果能复盘，我就复到这儿，复完这什么地方被摆平，继续复。总能挑到一个，总能选到适合你的那款。我觉得总是可以赢的，再复下去。好吧，咱们还是来看实战。实战等于说这个地方当被白棋先加过来之后，黑棋在这一带的棋形是比较差的啊。这招棋的心情其实不会特别好，我觉得两个呆兵。当然就想。先抢控嘛，看看他的那个攻击力怎么样的，是这么想的。这个确实是巨大的一手，因为这个时候如果不走这个，你担心什么呢？那你加一个呗。该你，就是比如说你为什么不走这边呢？为什么不走这边啊？因为我觉得这边现在不大，可以脱先了，对吧？对啊，就是为什么不大呢？看起来不是，因为从这个可能普通棋迷的角度，这边不是成战斗之形吗？这战斗之前，但是我现在就刚才所说，如果走这个，感觉是被他吃掉，我也没什么好的。现在走的话，要补的话，那我估计只能补到这儿。但是并着走吧，或者并着走。对，但是这种棋的话，对他死活并没有什么影响，他就拖一先。这样的话，我感觉走了半天，这没有东西，对呀。所以就是因为这招棋首先效率特别大，时控包括。各种三方的根据地，使得这步棋可以说是兵家必争之地。但这边由于其实反而就是双方的棋都不会死，也都没有特别大的棋，反而就可以先缓一缓。所以这时候你就选择拆这个。
孟老师这个问题回答说的特别好，看来孟主播名不虚传。汤老师，咱们就是感觉咱俩就互相逗哏了，这棋都没怎么讲，感觉这不讲的挺清楚的吗？你看你这样分析的这么好，不敢。像我就根本就没想过那么分析，但是像这棋，当时我想要跳的话，但是我就觉得，那他就会把我断死了。他会断死。他不会断死吗？不知道，他如果能加的话，是不是有可能更好？但加你冲出来也不加这个，你可以冲出来，关键。我可以冲出来是指什么？哎，他好像是煎了一下这个吧？我们看一下棋谱。他是煎了再飞的吧？我记得是煎了再飞的。他是先飞的。先飞了再煎的。对。那他走这个，那就算他先煎掉一下。你这个先煎掉一下。这个加是你黑的怎么？这个黑的是能冲出来的？那你不冲，那就给他，我觉得他加挺好。断了呢？打了爬过呢。这个黑的不会被弄死是吧？你走什么？这玩意儿飞你，你不被弄死？我只能拐了。这是什么打靶？里边是什么呀？这我先搬你一下。我有点苦。我先把这个搬掉啊。你这个是要死吧？是了。有点紧哈，那加一个岂不是更好？加好吗？加不好吗？加我就苦啊，不可以吗？这样它不是可以更快速的出头吗？这不是目数差一点吗？那倒是，目数确实差一点。你的意思就是说，你觉得断一个白棋已经活了，白棋没有必要追求更多了，是吧？对，就简单做活。虽然感觉黑的日子反正也相对好过一些。对，那就这么下嘛。煎一个，还是煎一个，他就该走什么走什么。对，但是你不煎，你也不知道应该走什么。确实也不知道走什么这棋。你这个尖顶也没什么意思。他这边跳出来还是挺大的。所以说当时我在想，我主要是想看看他攻击力怎么样，我就去定了一个这个，但是我觉得。然后他尖，对他尖顶，然后顶，然后白棋飞正过，没飞过，没飞，他碰了个这个，碰这个，他是碰了个这个，他先把这边走了，他先把这几下走了，他定型，他对于解谜定型好像定的都还挺好。这就不是他的全点，然后碰这个，这时候确实在碰之前就是一个正常棋形，看白棋怎么攻，黑棋你选择并也是因为你不知道白棋该怎么攻你，对吧？对。如果你要知道白棋。它有很好的攻击方法，你就不会并这个。对，也许我就跳一个算了。对，所以就是飞就是靠，然后你这样棋还有问题呢。你又不可能去搬断我这个，这方向又很逆了，你再退一个打出来。对，这个方向就不对了。对，这白棋是明显不知道在干什么的。同时你要不震这个，这就谈不上攻击，就等于说白棋只能从这边出头，你再跳出来，是这个意思。对，我们的角度，我们看不出白棋有什么很好的攻击方法。但是其实你要仔细想想，你还是这个方向还是不错的，只是快棋看不出来。对，只是快棋看，它下出来你就看见了。对，它下出来的时候，其实慢棋我觉得也能看出来的。那只能是有可能，但不是说就一定会能看得出来。我觉得这步棋应该还是能看出来的，孟老师。那你果然是世界冠军，这不一样啊！我是想说孟老师肯定能看出来的，我肯定不行。这步棋当时我在旁边看的时候，这一步棋的靠以及后面的一系列手段，我真的是觉得。我觉得这棋如果下半棋这个靠还是可以看出来的，这个靠可以看。我觉得靠其实技术难度不是特别高，但是下快棋的时候，这个棋是，我觉得慢棋的话技术难度不是特别高，我觉得慢棋的时候这步靠。是我明白你的意思啊。但首先能下出这步棋就足以证明他水平很高，这是第一。哪怕就是你慢棋，你能不能看出来，这是另外一个问题。这步棋本身的含金量已经非常足了。然后还是在，如果是从人的角度来说，在我们的快棋领域，如果你能下出这步棋的话，那真的就是非常非常精彩的一手。对，这棋确实没法，你像没法治了。当走完之后，当时本来我下到这个时候，我还觉得这棋局面也差不多，反正，当时他一看完这个，我就有一种不祥的预感。这棋就确实不好办了，这步棋太简单。确实没办法，你挡住他给你一断，我这应手一试，这棋就不好办。挡住的话，白棋关键这一段实在太舒爽。那只有走这个，只能吃这个，因为走这个的话，这力，然后扳是先手，这一下这一代
首先目数差了就有好多目，还关系到白棋的死活。这棋我还不如虎一个呢，那么算。对啊，但虎一个再拆一个一，但是我也下不出手啊。是啊，所以这个棋就黑棋打被一断就已经不能粘这个，就是吃下面，然后就哪怕最难搬一搬，你也只有跳出来，这被打回去了。对，而且他可以考虑先飞，对，就不知道便不便宜。也不是对，确实都是有可能的这些想法。总之，这个明显被便宜了，竟然被扳住的时候，这肯定是不肯。所以你实际上就搬上面。对，到上面他这几招也是下得很好。所以你只有靠，这永远的黑棋就只能是选择靠啊。然后再一段。对，当时我觉得这棋的就是被他玩出花来了。我想问一下，这棋如果你还是吃3路的话，你是吃2路的话，你是怕他？拐是先手是吧？对啊。就是说他直接搬，他就直接拿硬的，直接搬了打吃，哪怕就一冲已经，就形状不是漏了吗？就冲你一个，你漏不漏？我觉得冲我，你漏了吧？好像已经不行了。那就是说这棋它这个次序啊，我们来看，靠完之后再飞，你靠的时候再断你，等于说每招棋黑棋首先都没什么办法，然后还特别难受，你实际上只有拐，然后他一立，对吧？你实际上挡这个，从头来看，不知道有没有可能有其他的下法？比如，我就问你啊，我也不太清楚，比如加这个，气了，确实，但是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啊，这气。就直接就气了，我关键这你确实也太大只了一点哈，就感觉就拐死了，好大呀。那这个是跟你实战相比，不也是你实战也是一个弃子吗？对啊，但是确实，当时你就从我们的角度，快棋我们很难不挡这个，我承认。但关键我看到实战后来了，我马后炮一下嘛，有没有可能这样下？如果像这样，我想想和实战那样相比的话。你确实也是有一定可能性的，我觉得。确实有一定可能，比如说就加一个，声音可以大一点，加一个，然后，加一个的话，它应该还差不多就拐一个吧，我觉得。如果说他选择冲的话，就是说，这下便宜是因为白棋就无法像实战这样扳断你了。对，就扳不断了。其实这样从白棋的角度来说，就这么气了再扳2下做活，是不是也不见得不行？但是我觉得他应该还是会拐这个，应该还会吃。然后再就飞一个，这你不怕将来靠出来是吧？这都是活棋啊。都是活棋。那做活棋你可以不飞啊。他后面不是飞了一个吗？我就跟他摆啊。要是我下的话，我可能就不飞了。好吧。我觉得这是可能就拖个先嘛，这不是就活棋嘛，稳稳的。对，实战我是立了这个才飞的，这有可能不飞的。我觉得不会飞。确实是那样的话，这绝非黑棋本意，这是什么意思？对，我们这边先不看，我们就看上半边，手数黑棋多一手，对吧？这整体的手数黑棋多一手，白棋小2什么棋，黑棋10目多一点点吧。然后呢，你这边一个大头，我这边好歹有个小头。你关键你比我多少棋，我10目比你多进10目棋，你头也没有比我好的特别明显。对，这棋确实感觉好像是不太想算了，还是看实战吧，挡住。就是挡住怎么这棋他先震2下，当时然后他一扳，但是这时候我已经觉得不太妙，但是已经无法回头了，就这一拐。我觉得当时我看到这儿的时候，我觉得他这个局部下的实在太精彩了，真的。我当时觉得这没法治了，已经。确实没法治，这棋这是怎么办？但是我这棋，我粘这个，先搬一下再粘这个的话，这棋，这已经这感觉漏了。这是属于这样的形状。然后这边牵一针子，他就在外面走嘛。不是我觉得你还简单了呢。你搬这个，我要冲你怎么办？那实战他是挡的呀。实战他挡住了。对啊，他为什么不冲？他下的很稳啊，我不知道啊，他稳啊。他如果冲你不是漏了吗？漏吗？我不知道他漏不漏啊。我如果走这个呢？我吃呢？我吃嘞。吃了。然后呢？
粘上了。然后呢？那哪怕他再挡，你是走什么？那我不是只有走这个吗？那不是废话吗？对呀、这就死了是吧？他不是这己还不是不损了吗？哦，损了是吧？ 4个和我就4个，他不损吗？所以他下的好是吧？不是他现在好像在挡，那他挡的时候你不肯粘是吧？我当然我不肯粘啊。但从后来看，你是不是应该粘？棋应该粘是吧？但是我觉得这棋他这倒是在赢的。这关键本来是刚才那样的是一个弃子，这角好歹至少还有搜刮，现在你断一下之后连搜刮都没有，而且这边还是立着吃的，将来一旦被什么冲出来，这还有不活的可能性。对啊，这都是这形状，我觉得吃不消了，吃不下。其实我觉得我就契合，我就去吃这个。其实我觉得吃这个也还马虎虎是吧？说的够细。其实这个时候我搬这个我就搬臭，我这其实我应该挑一个毛子棋。挑他大概吃回吧。他未必会吃，我觉得我觉得他有可能会走啊，尝一个，但是我就是怕他尝一个先手吃我。那搬呢？就点你啊。点这个。那点你也没办法。那确实没有办法，那怎么办？所以说，实际上我就先搬一个这个，但我搬完之后，我就觉得他要搬起来了，我就觉得你搬这个，他肯定是要搬起来，对吧？我本来想先试个硬手，结果发现这个搬完之后他试不了硬手，他就可以搬起。实际上你搬这个的原因是因为，如果和白棋点这些粘上，就是说这棋可以强行的扳住，对吧？这里面其实也没多大便宜。我也没看出来有多大。你走这个的话，你不就搬？不是，那你跟单搬相比吗？单搬相比，便宜一点目数，2目棋还不到。确实，但是我人已经有点乱了，我已经搞不懂我在想什么。其实我觉得我应该搬这个，有可能走这个。搬确实，关键这棋吃掉之后，外面还。然后我们之前那个分析相比的话，那样暴吃。对，这黑的争个先手，黑的唯一的好处是争了个先手。现在这边稍微差一点，那其实比不是啊，刚才也暴吃在这儿了。那样的话不是白先手吗？现在黑先手啊。哇，你这个棋，但是这外面这一手棋好像差的有点多，这样还不如刚才呢，有可能。至少是一个等级的。我觉得差不多是一个等级的。这棋也不行。关键这棋等于向上站已经不太行，就不太行了，肯定。那就搬这个，其实这一个局部走完，我就已经这棋人已经要炸了，可以抬走了，当时觉得。下一个，是这个。关键一打吃的时候，局部虽然是个打劫，但黑棋前面一个劫材都没有。确实，这没法弄。只有提。这个4个子等于说棋筋被吃掉了，形成这样的一个局面，确实感觉已经垮的不能再垮了。再走这个，这半边手是一样的，你说。黑棋确实这4目棋，这你得打吧，实战。没，我实际上是拆边了。拆边了，那就是说还不能算你有打，等于说这个地方你只有几目棋，你还是10几目棋，你感觉跟他的目也差不太多，是吧？你这还反正有点薄，我觉得，反正也不厚。反正他肯定是有价值的，他这个头也是有价值。对吧？这实际上是跟人下的话还可以下。对，跟人下的话差距就是黑的落后一些吧。落后，对。但是就还有机会。但是如果跟他下的话，确实根本就搞不动了这期就可以抬走了，是吧？确实就走不动。我后面觉得他其实下的挺消极的，我觉得这个棋。其实后面他一直都在消极，但是没什么机会。挂了，你尖点。对啊，你看这棋，对，他在尖空，他感觉他人已经孤了，他这个人，狗已经孤了，一只孤狗。对，但是我在想，这棋走成这样，然后我就把这个靠住。但是我觉得这棋他走了半天，他其实什么都没有捞到，我这个吃的还可以。那也正常吧。也正常，对，现在目前也正常，对。但我觉得接下来他肯定是亏了，我觉得。就是说这一代的这地形在已经形势已经极不乐观的黑棋看来，就是算是一个还是可以满意的进程，毕竟吃到了目数，同时这边也是打消了白棋的潜力，可以这么理解吗？然后接下来就看白棋怎么去攻击黑棋。
啊，实战。拆二第一杆，你顶一下，它就顶；你跳，它就驮了，驮住，确实，它走的很厚实。对，它很厚实，它感觉是特别消极的感觉，这棋。那他有什么办法？这些？嗯？那他有什么办法？现在这还挺正常的，现在我觉得现在还正常。对，我觉得现在还挺正常。其实当时我一直也搞不明白，比如说现在他给我翻个劫的话，我怎么对付他？其实我也搞不懂。翻个劫之后呢，顶一个当劫财是吧？顶不是劫财吧？哦，顶不是劫财。翻个劫他搬这个，比如说搬这个是劫吧？搬这个怎么是劫？这么确定？你又吃不掉它，你那个搬不是劫？那好吧。但关键这个劫有多大价值？你不走了，消你走一个，你不是也活了吗？那如果是我就说，如果是人下的话，可能就这样脑点空就算也可以啊。也可以。这块棋白的不是也还是可以嘛？这棋对。没有。但是它贴不正常吗？就是说接下来几步棋，我觉得它是很消极的棋。为什么呢？他就这样搬嘛。但是我觉得他其实如果走这个，我觉得按道理来讲，可能就比他实战会好一点，就这样下。然后他实战是单搬，然后提。这个他应该对。他是这样让我提掉的话，我就当时觉得这个棋。对，关键这个时候不能提劫，提劫被冲了。对，这个棋型黑棋太弱。本来的话是相当于是可以算这样的。等于多吃了5目棋，差不多。对，然后当时他就直接就占这个了，但是我确实挺意外的，我觉得这个棋。让我这样吃了3个进去的话，我觉得这个效率也太高了。等于说他1、2、3都是被你拔掉的。这棋是什么样的？就等于这个棋，这个时候该你下，你一手棋吃成这样，然后他拖先你拖了一下，点了一下，然后他立刻挖掉一挤，被你提死，是这样。或者说你可以理解成为这样，他是给我打劫，提成这个样子，他没有走。你消劫的时候被你一手拔掉。对，我消劫的时候我是这么消的。确实。从这个道理上讲，你说的搬，那我现在认可你的搬，就等于是搬了打车，他立刻贴完之后被你这么消掉。所以说这个地方他无论如何他下的都很消极啊。是没错。就等于我就点一下，其实也还好，没有什么亏的。但是我还以为他要杀我了，当时我在想他应该杀不掉啊，当时结果发现他虚晃一枪之后就把中间补上。但是我觉得这一串我还是便宜很多吧，他这一串全是单关。没错，确实。但是我还觉得这棋是不是咱有点机会了？这个他这个说实话也太消极了。确实。但是他肯定已经觉得他已经好了很多。这个淡淡的。其实这时候我是不是应该这个时候形势怎么样？我是不是应该点他呀？你实在拆了。我是不是应该点他？关键拆好像没拆好。拆好像我不知道拆哪个好。那现在形势怎么样？首先咱们先判断一下，如果这个棋，已经黑棋不输了，那就是一种下法；如果还不行，那是另外一种下法。这个多少目？15目枪，15目棋。这怎么点目？这能点得上吗？肯定点不上。不知道怎么点。15就是先不算目吧，感觉他冲了打吃什么你也没什么目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、15、16、17、32、36、40目棋。这棋说实话确实还是白棋还可以。17， 15，如果你这不去掏它的话，那还是白的还可以。这一块不掏的话就有40了。是啊。关键它哪怕这种拐一拐都是有价值的。中间它这个后味还是不管怎么样它也是人物是吧？它就冲了什么跑了粘上，你是不是？如果争取有利的话，你是不是已经紧了？对，它这些地方还是欠了棋的。还是欠了棋的这棋，所以说还是白的好。对，他肯定还觉得，所以说这棋我还是应该先点他一下，施个应手。点我觉得他应该得挡吧。不要这一手补干净了，我后面还是觉得很不爽。你的意思就是先爬成这样，哪怕你再插一个。但是你肯定不会这么下呀。对啊，我觉得你也不如单走一个呢。这差异挺大的，本身就挺大的。
猜疑他可能拆个2吧。这你能虎吧？只要能虎的话，拆一就挺难。能不能虎我不知道啊。虎的话，暂时没问题。暂时点一个是吧？他什么？但次序不好下。他次序确实不是很好下。那这样的话，只能插上这个剑合吗？不过确实我感觉拐起好像是还不错。我是应该拆个1，或者先点角，点一下也凑合。点一下再拖线。对，点一下再拖线也可以考。不爬，爬确实爬完不走，感觉有点损。不爬吧？不爬。我拆2可能有点问题。拆2好像有点问题，特别烦。拆2，你当时为什么要拆2呢？为什么要拆2呢？我当时就觉得想让他现在我跟他搞啊，跟他战斗一下。还是有悲观的心态。我觉得这还是不太好，当时。那这个是不是也是他冥想比我们人类强的地方？因为我觉得，首先我是认为在我们这些棋手里边，你的心理素质是出类拔萃的啊。咱们看战绩就知道了。你这个联赛我就不说了啊。今天联赛怎么样？你自己心里明白，我不再多说。但是你今年的世界大赛成绩还是很不错的，尤其到了半决赛、决赛的时候，你的棋下我感觉比平时可能还要好。说明你的心理素质是不错的。可是即便是你在他的面前，你也会出现像这种，你跟他说是你觉得形势不好，他进来你就跟他搞，对吧？其实这就已经是一个怎么说呢？不是那种特别自然的心态。孟老师说的对。不是，我只是这么去分析，但因为我都是事后诸葛亮，没有什么意义。那因为如果拆的话，会不会形式会有一点不同？会跟可能这盘棋的悬念会更大一些。如果从电脑的角度来讲，可能觉得你输总输。对，你输总是输。但是这棋反正我觉得按道理来讲可能会大一点，但是这棋其实你这棋还是有点毛病。他拆个2，这搬完之后点角你是怎么办的呀？我现在还没有搞明白。搬我只能走吗？我就现在点你的角，你是怎么样？我就是走。你就是说，其实跟次序没什么关系，我就最俗的，你已经。我现在就点角，对啊。消极了是吧？你怎么办？对。如果我就粘了。管你是粘的。你走什么我就粘着，你除非你挡这个。那这是什么？这我已经不行了是吧？我感觉你是不行了。那不行了，那就总不行了。对，我就觉得这地方补的太恶心了，我就不好补。我觉得这地方，我觉得这地方补一个有点恶心。那就断吧，那就断吧。那你就只有断呗。那就断吧。这你先搬，你就直接先搬。先搬也是有可能的。搬哪怕就抗一个，就简单。不抗你可能要反击了。被拔掉不太可能。那他这种下法你也就算他这样的话，就算你点角，你首先你这个劫你要跟他打劫，你打不过吧？不是那走。第二个他就算给你来个土一点的，他给你捅下来，就像这个。这有单管好吗？你要是提的话，他就薅上去了。他有可能薅上去了。就这边先走一走，先走2，这不都是劫吗？唐老师说的对。哎呀，所以说这期还是控也没什么好的，这个后势还是差了点。就是说，还是在白棋的掌控之中。虽然感觉他特别消极，但他也还是掌控了局面。而且他掌控特别稳，你要是人的话，你确实有可能有的时候掌控不稳了。是啊，人总会有误差，但是他只要控制在自己赢的范围内，这种实力人肯定是跟电脑没法比。后面的棋感觉就消极了哈。消极。实战差点被一般打吃，感觉他都下得特别简明。你就不行了，就挡下你就已经不行了。哎呀，那怎么办呢？吃出，长出，就管啊！白棋应该说下的特别淡啊，就是把一切该走的都走了，就 OK 了。他下的特别简明的这棋，然后就在脱心啊，就是他其实就特别简单的。如果是我们人自己互相下的话，
咱们首先是不是还得判断一下，这样这个得失怎么样？白棋这么串特别俗，走掉之后便不便宜？对，其实挺俗的，我觉得这一串看起来不像什么特别好的棋，我觉得，我觉得看起来不像是特别好的。但是他搬完之后，他不打上，他如果碰这个的话，怎么下我也搞不清啊。他碰是啊，我还以为他要碰的，他可能会担心你把这个子弃了，这不知道，也不知道他怎么样，他可能就已经估了。他觉得赢了，他就觉得这几下好像就必然嘛，基本上。对，这后来的进程都基本必然了。对，然后就点角嘛，我就点角，然后他就杀嘛，但是我还以为他非杀了，结果他就来个最简单的。党你为什么不单爬呢？单爬，但是我觉得他有一蹲呢。然后是什么东西？那你怎么杀？你这棋还不如搬，有可能。还不如搬哈。有可能，我看你实战就是搬一下，可能不是棋。有可能是吧？那这其他是不是长一个？那你局部不就出棋了吗？那你出啊？那打劫。是打劫。那你出，那本来如果这样说的话，其实我觉得我点一下之后，是不是我这个搬这个也就差不多了，对吧？但他是不是他会不会就煎一个吃了你算了？也是会吗？还是他还会就这个？飞得快进火。那就放水啊。就还是算了的意思。对，他可能是不是还算了？而且你这个地方到底是什么情况？这地方这个真你搬，让他走了。这尖呢？我要怀疑电脑它是不是走两盘就觉得够了？你煎一个是吧？这就打蓝算了是吧？煎一个打，那如果点你不行吗？点我行，当然行了，但是就是能拖吗？你想搞什么事情？你这个拖虎，感觉拖虎了，你说是不是死了？跟我身上死的差不多，我估计你要拖虎。那你就有病这个。这也太土了吧！这样过去，我感觉这中间他我以为是不是你还是不够啊？啊，不够总不够，那飞一个吧，飞一个还好一点。而且其他只有这一冲是怎么办的？我还不搞不懂。他如果拿个简单点的，再吃这个简单点，那就只有从这边过，那怎么办？那这中间这好像有点大了。就说这棋已经不行了，就算出棋这被冲也不行。对呀，所以就是我们根本没什么资格去指责说他这个为什么这么消极。对，看着是挺消极，但是好像走一走，反正你总是没什么机会。反正你总不够的。对，你就感觉你像指导棋一样，你有的时候一个地方没注意，你亏点就亏点没关系。确实。没什么地方就不需要下的最好，反正。他不需要下的最好，就跟你走差不多了。他只需要下的最简明。简单一点，就是不战而屈人之兵啊，应该说。对，确实，就我觉得跟他下的话，目前看起来确实是不好办。就算是下慢棋的话，他如果说你目前他并没有任何的明显的失误，你慢棋你人总是有失误，到时候你还是不好办。所以我觉得如果这样的话，只能说以后有单机版的话拿来跟他下，觉得哪下的不对，重新再来。就等于说他可能会将来对我们的水平提升会有很大的帮助。对，如果他其实首先他的棋按道理来讲，他肯定是不可能说是真的是那种围棋之神的水平，就是完全没有错。我觉得不可能做到这一点。那么他只要是有错的话，那么我们跟他下，现在我们确实是我们错误比他相对而言要多太多了。但是以后如果有了单机版的话，我们跟他下，我们就觉得哪个地方有错，我们就重新复盘，反复的去试验，然后经过多次试验之后，我们的那对于围棋的理解也会更加提升，以后错误慢慢减少。如果这样的话，现在在我们可以有无限次复盘的情况之下，我觉得以后赢他的话，那还是有可能的。我觉得这个希望还是比较大的。但是目前现在看下来，如果说是就正常下，你不太会棋的话，可能还是不好办。不太会棋的话，确实不太好办啊。确实。这个说明，目前来看，他比我们的理解要深刻的多。对。那这盘棋就后来你就死了，等于说这你爬了一个。对。然后他就吃。对，我就顶。那现在他其实现在很简明的棋。这里。但是我感觉被他这一飞，我就觉得是死了的。就死了是吧？对。而且是没有味道的死去了。对，这棋就死去了。飞冲。一打，你看你这下的不是挺炫的吗？挺妙的吗？这一般。关键这棋确实
你是杀气杀不过他，等于说是，他就特别简单的一搬针就已经完了。确实，关键黑棋没有气啊，黑棋这个还有一段还必须得先走一下，他人又粘，你再提一个，然后再怎么杀气都不够。哎，不够。那这棋确实特别的清楚啊，实在等于说像这样就跟胜负没什么选择。确实，我后面还跟他蹭了老半天，我就想看他后面会不会故意损点官子，就发现好吧，后面官子他走的他也不怎么损，感觉。说明差距还不够大，差距如果大的话他就会损，因为看了好多棋谱，真的他的棋，他要是赢实在是太多，他就送的也就相对猛一点。好吧，那这盘棋基本上就咱们摆完了。说一下感想吧。首先，你跟他下之前，你知道他很强，那下完这盘棋之后呢？下之前也很强，但是我觉得按道理来讲，他的棋我应该还是让他搞得懂的。但是这怎么下，我感觉这棋我搞不懂怎么回事，这棋就输。是啊，我搞不懂他什么意思，但是他讲下棋都挺有道理的，其实你分析起来都挺有道理，但你下的时候你都觉得有点搞不懂什么意思，但是下一会儿感觉好像搞懂了他什么意思的时候，你好像这棋已经不太好办了。对啊，当他已经下出这步棋的时候，那很多时候你已经没有办法。对，你看清他的意图的时候，你就不好办。你之前他走的时候，但实际上他的棋其实都是挺简单的，这步棋是挺妙的，但是。其实你分析起来的话，如果下慢棋，咱们还是有机会下出这种棋来。那是对，但是这种棋，其实你说它有哪步棋是特别精妙，它没什么特别精妙的，就粘了，加一加，然后飞，然后这边就碰一步精妙，它该爬的就爬。就是他对棋的理解在我们深刻一些。对，他也不是说他棋就是有特别多的棋，就是以前我们根本都想不到的，那也不是，也不想得到。但是它的那个，它的组合起来，现在对于整个棋局的效率、配合等等这方面都是。就是比我们理解的深刻，我就觉得，所以就他们不会给我们机会，就我们其实6盘棋可以几乎是一盘机会都没有。对，不管是求战的还是慢慢下的那种类型，感觉就走一走好像都是不太够。而且战斗的话，你想跟他进行一场激烈战斗，他总是能够特别轻松的让你没有办法去。他就腾挪开了，你根本就无法揪住他进行决战的感觉，就是对，没有决战，对他来说只是对他来讲没有决战，他就是跟你走一走，好像你这棋好像就总是觉得好像总有点问题吧。是，所以就是以后可以多向他学习。确实。那你觉得你跟他有多大的差距呢？如果快棋的话，这个差距那就相当大。如果慢棋的话，我觉得反正我看他的棋，慢棋的话怎么说呢？我个人感觉以他现在的水平，要是让先的话，我肯定应该是下不过的慢棋。我觉得如果到天幕的话，我还觉得他应该还是有点信心，我感觉哈。但是我只是说我有点信心，但是如果说真的是说如果要压分的话，我还不见得敢压。只是这么说啊，就是说你觉得你有点信心是有赢的机会的意思？没有，我觉得有没有50%？我觉得因为我不清楚他现在哪里，但是我觉得我应该是有50%以上，我是只这么说。如果是让先到天幕的话，有50%以上。对，因为从现在的感觉上来讲，我觉得还是有50%以上的一面。但是就是说它的极限在哪里，其实我们并没有逼出，所以说这个东西就还是个未知数。明白。总之就是分先肯定就不用再想了。分先的话，咱们可以学习。咱要是回100次复盘的话，咱说不定可以试一下。回100次，我们有100次重新来过的机会。对，而且下来之后还可以集体研究一下。那确实，说不定还是可以有试试的。确实。那好，那这个我们今天就差不多到这里了。确实非常感谢汤伟星来这里啊，带给我们这样一盘精彩的对局。感谢。然后我们也会有接下来也会有节目，也会有人来这里继续带来和 Master 的回顾啊！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大家再见。